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叔。最近终于收到了心心念念的墨匠驯龙2手柄，它有2个版本，主要区别是配色和摇杆模组。蓝色款用的是阿尔卑斯碳膜摇杆，手感很顺滑，阻力也比较轻，尤其适合微操控。比如说在控枪的时候会特别舒服，特别顺手。灰色款则配备了 TMR 摇杆，简单来说，它就像精度更高的霍尔摇杆，手感阻力适中，既有耐用性，也有不错的操作感。2个版本的手柄都支持华为的星闪技术，无论是有线还是无线连接，回报率都能达到2000赫兹。这里先提一句，驯龙的定位和彩虹不太一样。如果说彩虹系列是全能型战士，而驯龙系列更像是专注于某些领域的偏科战神。驯龙2的外壳模组和驯龙1基本是一样，握感和 Switch Pro 手柄很接近。我个人很喜欢 Pro 手柄的握感，所以驯龙2的手感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。它还增加了 TPE 软胶包裹，防滑防汗，握持感更好，整体感觉上更加精英了。它的16个按键包括2个肩键和2个背键，全部采用机械按键设计。ABXY 按键也升级成了整块的连体胶垫，肩键是分体的，改良成独创的 X 杠杆结构。好处是无论按最里面、按中间或者按最外面，你按下去的触发力度都是一样的。扳机键是非线性短程设计，经过微调后，按压时带有缓冲感，手感更细腻。这次所有按键的手感都比较柔软弹性，触感很清晰，既能感受到微动按键的触发反馈，又能保留传统手柄的缓冲手感。明显能感受到这次厂家在细节上调整下了不少功夫。而且这次的十字键和摇杆帽都是可替换的，有标准十字键、格斗游戏的圆盘键，还有3套不同高度的摇杆帽，根据个人需求可以自由组合搭配。我平常玩格斗游戏和3A 大作比较多，偶尔也玩 FPS， 所以我会选择圆盘十字键搭配高一点的右摇杆。特别想说一下 ，TMR 版本的摇杆和霍尔摇杆一样，采用非接触式磁感应原理，理论上不用担心长时间使用会导致漂移问题。TMR 的精度比霍尔摇杆高4倍，玩 FPS 跟枪也没问题。特别适合像我这种主要玩3A 和格斗游戏，也想兼顾能玩 FPS 的杂食类玩家。但如果你是专注于 FPS 的玩家，可以选择蓝色款的阿尔卑斯碳膜摇杆，操作上限更高一些。另外，我还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4指握持方式，可以避免误触背键。虽然上面说了这么多驯龙2的优点，但是以我个人的使用感受来说，觉得这款手柄有以下不足。第一，按键从1代较为扁平的 Pro 样式改成了圆弧式，五指放置上去手感改变了很多，键位布局也变成了 Xbox 的顺序，在 Switch 上使用需要适应。第二，依旧是没有 NFC 功能，需要用到 Amiibo 的 Switch 玩家需要考虑一下了。最后，我对于这款手柄来个小小的总结吧。驯龙系列的 Pro 手柄模具和全机械按键这2点我很喜欢，这次还加入了星闪技术和 TMR 摇杆，感觉是一次史诗级别的升级。虽然这次好像是有点强化了 PC 用途，弱化了 Switch 手柄的一面，但这款手柄依然会成为我在 Switch 和 PC 上用的最久的手柄。哦，对了，驯龙2现在还有优惠活动，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评论区的详情。好了，以上是我对驯龙2的主观评测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，谢谢大家。